你在反战大赛中竟然开发了2战游戏，所有人都认为你是真疯了，可只有你知道这才是你获胜的关键，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的平行蓝星，而这个世界由于科技发展太快，导致民众们无所事事，各联邦犯罪率直线上升，战争意识狂热。为了安抚民众，6大联邦联合推出了反战竞赛，竞赛分为电影、游戏、小说、简笔画等10几个种类，只要你有足够的创意脑洞，就可以借助联邦内的光子超算集群，个人或者集体创作出作品参赛，作品的排名根据民众投票决定，只要获得冠军就会获得无限的荣誉与支持。反战竞赛已经举办了300多年，到现在已经变成蓝星每年必不可少的项目，而参赛者也只是为了获得联邦固定的支持与奖金。游戏这种大类的固定奖金是10亿联邦币与1年的联邦宣传，你参加的正是游戏分类。可当你倾家荡产怒砸6000万联邦币，成功做出一款游戏后，你的游戏却被人抄了，对方无论是投资还是游戏内容，都在你的基础上扩展了10倍不止。以对方的体量，你就算是告也告不赢，而且还会错过这次的反战竞赛。距离反战竞赛还有9天的时间，想要翻盘就要在9天内创作出一款新的游戏。你叹了一口气，整个蓝星都在宣传反战，没有体验过战争怎么反战。反战题材的电影你倒知道不少，想让民众感受战争的残酷，消除反战意识，肯定首选2战系列的电影等等，把2战电影做成游戏，这好像可以啊。蓝星最不缺的就是超级计算机的算力，这个时代早就研究出虚拟头盔、体感舱这种可以让玩家沉浸虚拟的设备，只要有钱就可以申请光子超算集群的算力，进行产品设计等等，哪怕不是精通的方向，只要通过不断优化，最终就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样子。之前投入的6000万，除了租大型服务器的费用，都被用来购买光子超算集群的算力，如今只剩100多万联邦币的算力，想要做出一个堪比之前的科幻类射击游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只是渲染设计一个岛屿、一场战争，估计几万联邦币都用不了。之前的算力大部分都用在了未来世界的科幻细节上，没有那些眼花缭乱的科技感，只设计趋近于现实的画面，完全不需要那么多算力。而你要做的就是某个电影片段，根据玩法改造成游戏，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残酷。蓝星许多东西都只是停留在表面，包括6大联邦组织的反战竞赛，也不过是为了安抚民众而已。是时候给蓝星来一点小小的战争震撼，现在就差2战剧本了，挑哪个做成游戏好呢？丁，检测到宿主触发关键词剧本，地球最强导演系统启动，本系统拥有地球资料库，可帮宿主成为最强导演。资料库已开启，兑换资料需要情绪值，情绪值可以从他人身上获取，凡是对宿主怒骂、震惊、敬佩等情绪，都能收获情绪值。目前情绪值572，眼前浮现的面板让你猛了一下，随后脸色一喜，连忙打开资料库，还真的是所有资料都有，不光是导演几分几秒在干什么，当时想法是什么，就连骂了几个人这种细节都有。这玩意丢到光子超算集群里，分分钟情景再现啊！可由于你情绪值不足，根本无法兑换。不过很快你就想到了办法，直接找到内鬼暴揍了一顿，并和公司被抄袭的事情一起做成视频发到了网上。经过几个小时的发酵，你已经从网友身上收获了不少情绪值，你直接兑换出了诺曼底登陆的视频，随后利用光子超算集群渲染，成功将游戏做了出来。现在已经链接到虚拟头盔之中，就差实验了。你戴上头盔，按下按钮，眼前一黑，随后再次亮起时，已经身处于冲锋舟之上。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周围全是军舰和冲锋舟，天空中飞机呼啸着飞向前方的岛屿，这简直和电影开局时的场景一模一样。虚拟头盔竟然能做到这种身临其境的程度，冲锋舟的晃动、大海的波涛、海水中带来的湿咸气息都那么的真实。这还只是虚拟头盔，那种虚拟体感舱更是能100%模拟。你神色古怪，那痛觉不也是100%？看来回头得加个生命，不然再腾出事来。下一秒，耳边突然传出急促的哨声，所有人分成2列避开弹坑，准备登陆。话音刚落，冲锋舟前方的挡板就被放下。你想起接下来的剧情，看着身下的挡板，头皮发麻。本想着躲向旁边，刚一抬脚，面前的4、5个 NPC 瞬间就被机枪扫中，紧接着砰的一声，令人不寒而栗的感觉从你的额头传到脑后，身体也是不断的被机枪扫射，甚至来不及退出，画面就陷入一片黑暗。办公室内，你哆嗦着摘下头盔，心脏狂跳，这也太真实了，可不能再试了，还是折磨玩家吧。随后你便开始研究起游戏的玩法，如果让玩家一直这么打，肯定要不了多久就放弃，多少得给一点希望。于是你便操作起电脑，给光子超算集群不断输入指令。你打算把帝国崛起做成一个可以沉浸式体验剧情，供玩家扮演角色参与游戏。不过现在资金不够，只能先把开头 CG 和大概剧情做出来。而游戏中一场场著名的战役，则是一个个大型在线对抗副本，就比如现在用来吸引玩家的诺曼底登陆，先给出第2次世界大战的背景故事简介，随后直接让玩家加入这个大型对抗副本中，点击排队后凑齐500人自动开局，玩家将会随机分配载进攻奥马海滩最前方的冲锋舟上，让玩家体验重火力机枪扫射，真正的战争中自己是炮灰的感觉。不过为了防止玩家失去信心，每嘎一次都要提示一下已经累计嘎了多少次，累计嘎了100次，或者成功击败10名帝国在海滩上的守军，就可以晋升为指挥官。成为冲锋舟的指挥官后，玩家可以在开局指挥冲锋舟前进的方向以及挡板放下的时机，明面上是给玩家指挥战斗的机会，实际上你给奥马哈海滩的防守军火力增加了不少，光是机枪点位就增加了10几个，别说指挥1艘冲锋舟，就是10艘那也攻不上去。不过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办法，只要有300名玩家能挺过20分钟的机枪扫射，增援的飞机就会将海滩上近半的重火力机枪给摧毁。如果这300人和帝国守军硬碰硬最终赢了，那就算登陆成功。不过玩家多久才能做到这种程度，就不是自己考虑的。按照你对玩家想法的了解，所有玩家当炮灰嘎掉的肯定会骂骂咧咧，认为自己当指挥官绝对不会这么惨，而发现
键嘎后累计次数可以晋升为指挥官，为了争口气，也得一直玩到成为指挥官为止。丝毫不知你压根没打算当人，光是增加的那些火力点就不是正面能攻下来的。反正玩家不知道，折磨他们就对了。修修改改一夜时间很快就过去。第二天清晨，你在办公室内被饿醒，闻着莫名出现的早餐香气，你睁开眼发现学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茶几上放着一份早餐，你也不客气直接吃了起来。面前的柳如烟学姐正是你此次项目最大的投资人，你还没见过这个小富婆缺过钱。刚到一会，你这是昨晚弄了一宿，看着你神色如常，柳如烟倒是有些刮目相看。发生了这样的事，还有闲心做游戏，一晚上终于弄差不多了，回头再弄细节，可以在开赛前制作完成。柳如烟眼中有些怀疑，满打满算12个小时做出来的游戏能玩吗？如果不介意的话，要不要体验一下？你将虚拟头盔递给他，柳如烟也没多想，拿起头盔戴到了头上，随后眼前一黑，场景变化，已经进入到冲锋舟之上，手中拿着现实已经淘汰许久的枪支。柳如烟抬起手观察了一下，细节还不错，这种古老的枪械或许能吸引一波怀旧玩家。扭头看向四周都是 NPC， 有在祷告的，有在碎碎念的，还有控制不住在冲锋舟上涂起来，这让柳如烟看得眉头直皱，这东西做这么真实干嘛？下一秒，一个任务浮现在他的眼前，主线任务攻占奥马哈海滩，任务奖励晋升为指挥官，可在每局游戏开始时成为指挥冲锋舟的军官。柳如烟见状也反应过来了，只要带领这些 NPC 占领海滩就算胜利。他对自己的枪法还算有自信，感觉也不是很难。随着冲锋舟一阵颤抖，好似底盘撞到了什么，所有人分成2列，避开弹坑，准备登陆。柳如烟看向身前的 NPC， 正要向着海滩冲锋，突然一阵机枪的咆哮声响起，砰！柳如烟胸口突然遭受重创，根本来不及动作，一连串的子弹打在了他的身上，随后眼中世界的色彩越来越弱，直至完全黑暗，连冲锋舟都没冲下去就嘎了。幸亏没人看见，实在太丢人了。随着眼前游戏结束的框框出现，柳如烟才退回桌面，一咬牙，再次打开了游戏。不信邪的柳如烟再次出现在了冲锋舟上，柳如烟就这样戴着虚拟头盔，愣是玩了一上午。你估摸着怎么也得死了几十次吧？看样子你的这个设计还是很成功的。正想着，柳如烟突然起身，拿起虚拟头盔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气不活了，玩了40多次，愣是没有一次活过3分钟，甚至有2次还是掉海里游不上来嘎掉。柳如烟站起身怒视着你，见状你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怎么了学姐？这什么破游戏？我嘎了40几次，这游戏真的有通关选项吗？可是学姐你玩了一上午啊，还不能说明这游戏的成功吗？柳如烟气得一滞，这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其实就是不服嘛。别的玩家玩上以后肯定也会这么想，这样游戏不就火起来了？听着你歪理邪说，柳如烟脑壳嗡嗡直响，但又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那这游戏难度是不是太强了？为什么嘎了后不能复活？这样的设定肯定会有玩家抗议，没有复活次数，身体受伤还会影响行动，很难想象这种实时反馈会出现在一个枪战游戏上。你缓缓摇头，这才是最真实、最合理的。为什么这个游戏并没有什么数据面板？复活次数一说，因为现实中的生命就只有一条，这是让玩家重视生命。很多人都会幻想，一旦战争来临，怎样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大发神威。柳如烟小脸一红，怎么感觉是在说自己呢？在第一次嘎掉之前，他还在研究着怎么登陆海滩，从哪个方向拿下敌人的火力点，可结果重开了40几次，还没冲上海滩。现在想想，那些想法实在太可笑了。你没有注意到柳如烟的神色，继续说着，但现实往往很骨感，绝大部分人都只能当个炮灰，就是冲锋舟上的这种玩家体验到这种残酷认清现实，知道自己不过是炮灰后，谁还会期待战争呢？这不就达到了反战的目的？柳如烟眉头微皱，想了想才开口，那游戏的痛觉以及行动上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完整状态下都不容易登陆，要是被打到手脚，那基本就是在等游戏结束。你耸了耸肩，生命只有一次，手脚也只有一双啊。虚拟头盔是通过扫描玩家身体数据从而生成的身体，我还特意在扫描的基础上增强了一些。你在游戏中操控的人物身体素质是你在现实中的1.2倍，这种离谱的玩法在蓝星上从未出现过，确实能够吸引一大批人，尤其还能激发玩家心中不服输的劲头。就连他都玩了一上午，这个诺曼底登陆剧情，玩家真的能够成功吗？条件是什么？你摸了摸下巴，条件嘛，只要良好的配合，在海滩上挺过20分钟，就可以触发后续的剧情，很简单吧？柳如烟有些无语，就你这难度，还没等下冲锋舟呢，就得嘎一半玩家，怎么挺过20分钟？此时刚体验完你开发的游戏的柳如烟看向你开口问道：“还有其他的副本吗？”这个诺曼底登陆太难了，在柳如烟的心里，诺曼底登陆这么难的原因，应该是环境因素，总不能所有战役都这么难吧？你无奈的摊摊手，没有了。一晚上时间做出这一个副本已经很不错，接下来的几天你准备继续优化这个副本，后续副本以及游戏内容就要看发布后的成绩。目前这个副本的难度足够折磨玩家一段时间了，你打算等游戏上线以后，收集足够情绪值，根据时间线，一部分做成沉浸式体验的剧情，一部分大型战役做成副本。就比如现在的诺曼底登陆，节假日还可以更新一些 DLC， 让所有玩家能够参与的大型国战副本，比如闪击波兰岛，想想就很刺激。看着你嘴角露出的笑容，柳如烟莫名感到一股寒意，这是想到了什么才能露出这么邪恶的笑容？既然没有其他副本，那就继续做吧。硬要说是反战游戏也没问题，毕竟中心思想是让玩家体验战争的残酷，从而达到反战的目的。不过还得包装一下，你把目前能整理出来的东西发给我，我给你找团队包装一下。柳如烟能量比自己大多了，他找来的人和团队肯定没问题。你拿出手机将资料发给了柳如烟，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旧的撇了，扔灶坑了。随后便又开始研究起游戏优化，你又解锁了一些2战的资料，并且把诺曼底登陆这个副本再次进行优化，一次战斗击杀10人晋升，被你调节成了5人。毕竟一直没人晋升的话，玩家矛头肯定会指向你。但如果难度降低一些，那
些有天赋的玩家就能早一步晋升成指挥官，但是游戏难度在这里，无论怎么指挥，普通玩家还是当炮灰的命。但有了冲锋舟指挥官背锅，你已经能想象到那些队友的小嘴会有多甜。如果学姐知道你的想法，肯定会对你竖起大拇指。这2天你尝试了不少蓝星上的游戏，对于自己做出的这个帝国崛起还是很有信心的。第一个游戏副本基本已经做完了，你在官网弄了一个发布倒计时，加上柳如烟主导的宣发，这几天热搜几乎全是关于极星游戏。而帝企鹅游戏公司这边，负责人许幻暴怒的拍桌子声音传来，热搜都1个礼拜了，这极星游戏属狗皮膏药的就硬蹭啊！许幻青筋直跳，掐腰站在办公室喘着粗气，这回是真遇到对手。这个极星游戏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钱跟他们耗上，每天都莫名其妙冒出各种热搜，什么极星游戏的前世今生，游戏被抄后极星游戏老板扬言要夺冠，虽然没有提他们帝企鹅的名字，可一大堆人在评论下面阴阳他们抄袭的事。虽然帝企鹅也买了不少热搜去黑极星游戏，可偏偏极星游戏这帮人也能搞事，往往这面极星上了热搜后，等帝企鹅这面找好水军点进去一看，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相当于这1个星期消耗的4000多万联邦币全都打水漂，还给自己招了一堆小黑子。帝企鹅集团忙得热火朝天时，另一边的鲨鱼直播，莫小莫正在一边打牌一边和水友们聊天，突然注意到直播间疯狂地滚动着弹幕，极星游戏官网更新了，兄弟们稍等我这就去看看。等等，我的私信里有极星游戏发送的新游戏邀请，哈哈，兄弟们什么叫牌面？莫小莫一脸嘚瑟地看着摄像头喊道，这可是热搜上最神秘的极星游戏公司新游戏的邀请，弹幕疯狂滚动，卧槽，真的假的？坏了，真让你小智装到，主播快点开看看，这极星游戏挂1个星期热搜了，终于能知道做的什么玩意了。莫小莫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点开了跳转链接，漆黑的背景上放着一个3天倒计时，下面一个抢先通道下载链接，点了几下竟然没有反应，莫小莫有些懵了，直播间的弹幕顿时发出群嘲，笑死了，极星游戏连个网页都做不好，这么多人看着玩也下载不了，网页没做好发出来干什么？就在这时，一条弹幕突然从直播间飘过，带着绚烂无比的金色特效，正是你带着超级火箭的抢先通道链接下载的客户端，进入游戏后会有优先开局特权，但游戏还是要等反战竞赛，游戏发布后才能下载。接着又是几发超级火箭在直播间划过，莫小莫松了口气，脸上露出笑容，原来是这回事，大家就期待一下吧，等游戏上线大家记得来我直播间准时开始战斗。一晃3天时间过去了，莫小莫正在直播间跟水友们讨论着要加入哪个阵营，突然有弹幕提示抢先下载链接能用，莫小莫精神一振，连忙打开私信中的链接，果然下载链接按钮亮起来，莫小莫嘿嘿一笑，开始下载游戏并安装到虚拟舱内。莫小莫将直播内容切换成舱内自己的视角，兴致勃勃地进入游戏，画面一片漆黑，随后缓缓亮起，映入眼帘的只有一个诺曼底登陆按钮。莫小莫点开后，画面显示出一串数字，有些不明所以，正想着画面突然亮起，场景突然变到大海上，还是在一艘冲锋舟上，血条界面之类的统统没有，只有一个自己等比的虚拟形象。看着周围的环境，天空中呼啸的飞机，显然是已经开始剧情了。旁边突然一声惊呼传来，我去，莫小莫！莫小莫有些茫然地扭过头去。另外一名玩家激动地说道，我是你粉丝啊，我也是鲨鱼的主播。此时莫小莫才反应过来，不是沉浸式剧情吗？怎么还连击完的？旁边的玩家也是一脸茫然。我看完背景故事，等了一会就进来了。这时2人的耳边也陆续响起国粹的声音。随着一众主播交流，这才发现没几人都随机分到了不同的冲锋舟上。这样新奇的玩法引得直播间观众也一脸好奇。而随着冲锋舟向着远处的海滩冲锋越来越近，众人耳边也响起冲锋舟 NPC 指挥官的声音，别挡住踏板，3分钟后登陆。所有人从2边下船，众人这才明白过来，任务应该是登陆抢占海滩，这还不简单吗？不少 FPS 类游戏的主播已经准备大展身手。而此时极星游戏公司内，柳如烟则是坐在沙发上看着各个直播间的反应，时不时的点头。但是突然开局的游戏却是让柳如烟一懵，什么情况？没到500人啊，怎么开局了？柳如烟刚抬头看向你那边，就听你兴奋的声音，快上号！我就知道这狗东西得玩，老子玩不活你！说着连忙起身走到了旁边的虚拟体感舱躺了下去。柳如烟一脸好奇，什么情况？你催促着柳如烟赶紧躺在旁边的虚拟体感舱内，你进游戏就知道了。柳如烟虽然感觉莫名其妙，但还是躺了进去。随着游戏启动，映入眼帘的却不是冲锋舟，而是一个昏暗的堡垒。柳如烟扭头看了看，有些懵，这是呢？旁边的你神秘一笑，拽着柳如烟出去，你现在看看。看着蔚蓝的大海上密密麻麻的冲锋舟，柳如烟瞪大双眼，我们成守军了，你不是没开放这个阵营吗？你嘴角微翘，谁让这游戏你做的？随后直接跳上了堡垒旁边的高台，把用于防空的帝国高射炮停放下，对准了远处的大海。柳如烟好奇道，你这是干嘛？你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发出去的链接都是绑定身份，刚刚发给一个小主播的抢先资格链接被别人上去了，那家伙我看了一下是许幻，兑现这么多天，这张脸你可太熟悉了，毕竟帝企鹅集团这种大厂的主管，随随便便就能找到过往的资料或者人物介绍，相比之下你的信息就少多了，甚至很多人都不清楚你长什么样，毕竟极星游戏的第一个作品还没发售就被抄了，压根没有知名度，上哪有人关注去？你看着放平的高射炮跃跃欲试，有句话怎么说来着？高射放平，军事反平。不过现在嘛，先让许幻感受一下大口径的魅力，那边还有一架，你去玩那个。说完你顿了一下，下一秒，远处大海上的一艘冲锋舟上空突然亮起了一道红光，你指着那个红光道，就打那个红光的冲锋舟，我给许幻那狗东西标记了，其他人看不到，放心干子弹无限。柳如烟瞪大了眼睛，谁能想到游戏公司老板亲自下场，这入有贵啊！柳如烟摇了摇头，看着身前放平的防空高射炮，伸手按住高射炮的架子上，感受着那冰冷沉重的触感。柳如烟也是隐隐兴奋起来，随后用力尝试移动枪口，对准了远处大海上密密麻麻的冲锋舟。
此时密密麻麻的冲锋舟上，大大小小的主播听着耳边的呼啸声，以及前方海滩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知道马上就要登陆。最前方的一艘冲锋舟上，与莫小莫同样是鲨鱼直播游戏区 FPS 的头部主播，同时还是一名顶尖狙击手的于峰，正向其他几名玩家布置着作战计谋。一会冲锋舟的挡板打开，先让这些 NPC 冲出去，我们在后面射击，以最快的速度冲到那些钢铁巨马前当掩体，不然只能当活靶子。在座的玩家大多都是 FPS 类的主播，虽然实力不一，但是都对战场有一些了解。只是其中一名玩家面露难色，看向手中这枪没用过啊，跟其他 FPS 类的游戏也不一样，连个倍镜也没有，这怎么玩？于峰直播间内的弹幕飘过，没倍镜就不会玩了，那我上我也行啊。不过该说不说，这个设计确实很复古，符合游戏的背景。这尼玛没血条没界面什么都没有也算游戏？人家说了让你体验最真实的战争，你现实里面有血条有界面，正常玩的游戏都是点一下按，视角瞬间扩大，而这个游戏研究了半天，不仅血条没有，甚至就连游戏界面都没有，进入之后什么都没有。于峰也是眉头一皱，开口说道：“那就对准敌人射击就行。冲锋的情况下，瞄准的难度还是挺大的。等冲到钢铁巨马那里有了掩体就好了。根据 NPC 所说，我们的任务是攻占海滩，只要打下来，应该就有胜算。”正说着，砰的一声，一发炮弹在旁边的海面上炸开，激起10几米高的水柱。旁边的一艘冲锋舟在冲击波的作用下偏离轨道，向着于哥这边撞过来。两艘冲锋舟碰撞在一起，所有人全都是一晃，这是什么鬼东西？哪来的炮弹？旁边撞过来的冲锋舟在冲击下，好几个人和 NPC 被甩了过来。于峰稳住身形后，才看清眼前的身影，顿时瞪大了眼睛：“我去老马，你怎么也在这？从隔壁飞过来的吗？”被称作老马的人也是枪战类主播，大家都互相认识。老马龇牙咧嘴说道：“飞过来的什么勾巴游戏，连个血条都没有，痛觉倒是挺高。特么的，这游戏公司的制作人到底玩没玩过游戏？这不纯折磨人吗？”于峰嘴角抽动，哥轻点骂，全网直播呢。老马大手一挥，无所谓，我也直播呢。说着翻身回到了旁边本来所在的冲锋舟。于峰见状，只能默默地竖起一个大拇指，还得是老马啊，什么都敢说，这么骂人家游戏公司老板有点飘了。不过这么看来，这游戏完全按现实来的，确实没有血条界面，会受伤的情况下痛感还拉这么高。这边刚刚回去的老马继续安排着下一步的战术。刚刚说到哪了？对我们3个在后面，那个老许是吧？你这边不会玩的话就垫后吧，跟在我们后面肯定没问题。化名老许的许焕嗯了一声，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同时不断观察着四周，这破游戏到底哪里值得极星游戏那么宣传？正想着，突然连绵不断的冲击声传来，冲锋舟前方的挡板瞬间被穿透，子弹倾泻在 NPC 和玩家身上。许焕刚一抬头，一股剧痛瞬间席卷全身，只感觉自己飞了起来，身体直接在高射炮的子弹冲击下爆开，耳边只有指挥官隐隐约约的叫声。接着画面瞬间陷入黑暗，突然嘎掉让许焕身体猛地一颤，这是什么鬼游戏？我怎么嘎的？许焕这边还没想明白，而于峰这边则是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旁边这艘冲锋舟被扫爆，整个冲锋舟直接爆炸。老马啦！老马！直播间幸灾乐祸的弹幕疯狂飘过，哈哈哈！这直播效果拉满。但此时也没有多余时间留给老马，因为3分钟已经差不多到，冲锋舟也接近了海滩。前方的指挥官大喊着准备登陆，愿上帝保佑你！咣当一下，冲锋舟撞到海岸上强行停住，船上的玩家和 NPC 都是一个踉跄，前方的挡板也随之打开。指挥官大喊着梦梦梦，最前方的 NPC 刚刚冲出去，呼啸的子弹就倾斜过来，砰砰砰，机枪子弹穿透身体，前方的 NPC 成片的倒下，一只断手飞到还处在冲锋舟上的玩家脚下，所有人都懵了，看着眼前的断臂，神经绷到了极致，有些胆小的玩家已经瘫软下来，这尺度也太大了吧！于峰也是瞳孔猛缩，心脏砰砰直跳，这游戏是真敢做啊！然而子弹却不会给他们多考虑的时间，前方的 NPC 几乎是片刻间就全部倒下，接着子弹就向着海面倾泻过来。这时天空中传来一阵破空声急速的接近，于峰瞬间察觉到这是炮弹的声音，大吼一声：“是炮弹！快从两边跳下去！”于峰拿着枪迅速的翻了出去，掉进了海里。而船上其他的主播玩家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正猛着的时候，尖啸的炮弹落下，正中冲锋舟的甲板中心，轰！整个冲锋舟瞬间爆炸4分5裂，崩散的铁片向着四周爆散开来。于峰艰难的扭动着身躯，但还是被不少铁片击中，好在没有什么要害部位受伤。于峰扭动着身体冲出海面，剧烈的喘息着，大脑一片空白，耳边的嗡鸣声作响，什么计划什么布置全都没有了。仅仅是一瞬间，2条冲锋舟的人就剩了他一个人。什么顶尖的狙击大神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用，他现在甚至都无法集中精神端起枪。于峰凭借本能的意识游向海滩，不断深呼吸，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冲锋舟一艘又一艘的冲向海滩。NPC 和玩家们像潮水一样涌向海岸，又像潮水一样倒下。刚刚还空无一人的海滩，此时已经遍地都是倒下的 NPC， 鲜血染红了海滩，血色的海水呛进于峰的嘴里，感受嘴里苦咸的感觉。于峰身体止不住的颤抖，这真是游戏吗？几十米的距离却仿佛度过了几十年那样漫长。当于峰终于踏足海滩，不再有水中那种漂浮的感觉，身体一软瘫在了沙滩上，想要站起身，却发现控制不住身体，低头看去，却发现自己裤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浸透，大腿被打穿了。脑海中刚闪过这个念头，一名 NPC 在于峰的旁边被子弹击中，身体倒在了于峰旁边。于峰整个人一激灵，连忙拖着腿匍匐前进，爬向前方的钢铁巨马。没有血条，没有界面，虚拟体感舱带来的100%模拟，让不少人都忘记了这是个游戏，仿佛置身于真正的战争之中。看着身旁的队友一个又一个的倒下，所有人的脑海中都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他们不想死。另一边的莫小莫此时也冲到了钢铁巨马的后面，耳边传来呼啸的子弹声音，看着成群冲过来的士兵如同割麦子一样倒下，
吓得浑身发抖，完全忘记了这是游戏。他的运气还算好，因为之前你的主要目标是许幻，直接扫爆了许幻所在的冲锋舟，所以火力短暂击中在那2艘冲锋舟上。莫小莫这才有机会跑到了掩体后面，只是想冲上去是不可能的。就算没有你和柳如烟这2个拿高射炮扫射的活阎王，海滩上的机枪点也被你加了不少。此时62号堡垒上架着高射炮的，嘴角的笑容逐渐扩大。折磨玩家果然比游戏本身有趣。这局游戏的人数即将见顶，从冲上海滩的一瞬间开始，短短2分钟时间，开局时的400多名玩家就只剩下了56人。海滩上所有玩家都在帝国的火力下躲在掩体后面苟延残喘。莫小莫这边拿着枪止不住的发抖，旁边的一名同盟军的玩家艰难地说着：“救救我，我不想死。”莫小莫被同盟军身上都是伤的模样吓了一跳，随后反应过来，看着躺在钢铁巨马外一点的同盟军玩家，莫小莫连忙把他拽到钢铁巨马下，但是也慌乱不已，怎么救啊？对，绷带。莫小莫想起来绷带，连忙翻了出来，开始给这名同盟军玩家缠绕绷带。这个东西可以恢复，缠上救。莫小莫的脸色突然苍白，手中的动作也止住了，因为身前的同盟军玩家已经一动不动，而且这个绷带也不能恢复状态。这真是游戏吗？这时天空中传来破空声，莫小莫耳边突然响起大喊：“小莫快卧倒！”莫小莫扭头看去，竟然是于峰。此时的于峰靠在巨马后面，腿部的裤子已经被染红，胳膊也受伤了。此时正在双手对他比划，大喊着：“于哥！”莫小莫的话音刚落，轰的一声，一发炮弹落下，钢铁巨马在这冲击之下，连带着莫小莫瞬间消散，铁架崩散在于峰的眼前。眼看又一个认识的人牺牲掉，于峰目眦欲裂，啪嗒，天空中掉下一条胳膊，胳膊的手中还拿着半截绷带。血腥与恐惧带来的冲击让于峰彻底绷不住，愤怒的吼着，愤怒带来的力量让于峰挣扎着爬起，举起手中的步枪，看向海滩后方冒着机枪火焰的堡垒，将手中的子弹倾泻而出。在于峰的火力冲击下，那个堡垒中的机枪瞬间熄火，一股报复的快感涌上脑子。于峰的脸上露出笑容，然而这股报复的快感还未在脑海停留多久，脸上笑容瞬间消失。就见刚刚停火的堡垒火力点陡然动了起来，调转枪口对准了于峰，一瞬间，于峰整个人就被打成了马蜂窝。登陆海滩仅3分钟，游戏结束无人生还。当于峰直播间画面彻底黑下来，直播间的观众还没回过神，直到确定游戏结束后，弹幕疯狂滚动。卧槽，这就完事了？这游戏真是人玩的吗？该说不说，这游戏做的太真实了。完了，峰哥怎么没动静？不会被打傻了吧？于峰此时情绪也逐渐平复下来，看着直播间的弹幕，没事兄弟们，我冷静好多了。这游戏太真实了，刚刚真的以为自己嘎了。下一秒，于峰接到了老马的私信，我组织点人再干几波，看看能不能弄个勋章，搞个指挥官当当。看着信息，于峰一愣，指挥官、勋章，这又是什么？进入老马的频道，发现都是刚刚参与游戏的主播，与老马组队后点击开始游戏，界面显示只有173人，显然有不少人还没缓过来。不过游戏上线时间快到了，等下其他玩家就能开局了。等待匹配的时间，于峰点开勋章库，看向了第一枚勋章——百战精英勋章。勋章效果：佩戴后可晋升少尉，可指挥冲锋舟进攻方向。于峰眼前一亮，这个有点意思。直播间弹幕也是活跃起来，看谁不爽邀请过来，带着他送死岂不是更有意思？不过嘎100次，不得留下心理阴影吗？接着于峰看向其他勋章，诺曼底登陆勋章，此勋章为玩家入选名人堂必备3枚勋章之一。看着勋章的介绍，直播间弹幕都炸开，卧槽，嘎了42万人，这也太敢编了！我做简笔画推文都不敢这么写。讲个笑话，我老家县城才31万人，这游戏有点意思，快看看名人堂是什么。于峰从震惊中回过神，兄弟们，我先看看另外2个解锁勋章是什么。随后目光看向其他2枚勋章，斯大林格勒勋章，此勋章为玩家入选名人堂必备3枚勋章之一。此国战副本重大节日限时开启，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率领50人的突击队，利用废墟地形与帝国军展开巷战，拖延帝国军脚步，存活10天以上。于峰倒吸一口凉气，这背景越搞越大了，80万人的城市，最后只剩7000人，双方450万的兵力，竟然嘎了270万人。不过节日国战副本还早着呢。于峰目光继续下移，莫斯科卫国勋章，此勋章为玩家入选名人堂必备3枚勋章之一。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率领小队展开游击战，坚持15天。虽然主播和水友都很期待这几个副本，不过还没开放也没办法。随后于峰打开名人堂，一张张照片浮现，和勋章库一样都是暗灰色，没有激活。随便查看了一个照片，立即放大浮现海恩塞弗罗，称号奥马哈海滩怪兽。当时海恩塞弗罗只是一名普通的机枪手，在面对美军猛烈的进攻中，历经9个小时战斗，取得了4000-0-856的优秀 KD。于峰头皮一阵发麻，仿佛耳边还能听到那链锯一样的声音。目光一扫，发现游戏人数已经满了。接着画面一闪，于峰再次出现在冲锋舟上。哎，老于，耳边传来老马的声音。转过头，于峰顿时一愣，这次分到一艘船上了。于峰看了看手中的枪械，怎么打研究好了吗？对比上局，众人有了不少心理准备。老马开口道：“我们所在的冲锋舟是第一批登陆的，所以得从2边跳出去，不能正面当活靶。海滩上有几个防守薄弱的地方，可以作为目标。我们借助轰炸的掩护，以最快的速度拿下炮台。上一把嘎得太憋屈了。”老马通过各个直播间分析出几个防守薄弱的人，等自己攻略至海滩后，必须去极星游戏官网骂一波。老马看了一眼，离海滩还有一段距离，随后向于峰介绍道：“这几个也是主播，都是新人。这个是老许，好像纯新人。”突然一道尖笑的破空声响起，于峰耳朵一动，瞬间惊恐起来。密码的，不是吧？又来！潮，快跳船！于峰一个翻身从船上跳进海里，老马也反应过来，毕竟有上次被炸的经验，也跟着跳下。
向大海，我热烈的骂这游戏。另一边，帝企鹅集团游戏部办公室内传来一声巨响，许幻脸上还浮现着被炸碎的惊慌。这密码的是把我定位了，一次就算了，第二次还来，自己像个小丑一样被戏耍。许幻越想越气，咬着牙叫来秘书，把剩下的资金都给我买黑料去黑吉星游戏，就说这游戏损害身心健康。而另一边游戏内，于峰和老马一前一后从海面钻出，这游戏不会是瞄着老子打的吧？已经炸第二次了。旁边的于峰整个人一顿，好像还真是2次都是炸的。这家伙不会是直播骂吉星游戏的时候被老板看见记仇了吧？于峰默默离老马远了一些，遭炮轰可别连累我。好在后面路过的冲锋舟将2人拉了上去，跟随第2批登陆的士兵冲上了海滩。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再次面对这个场景，还是令2人震撼不已，大脑一片空白，机械似的跟在众人后面，脑海中先前做的计谋，此时一点都想不起来。呼啸的子弹从2人身边扫过，2人不断的调整情绪，这是游戏，这是游戏。短短半分钟过去，此时游戏人数仅剩16人，他们2个是第2批登陆，所以才多活了一会。回过神的2人尽量冷静分析局势，看着远处冒火的机枪点，老马强装镇定，老于能不能拿掉？于峰不断调整着呼吸，随后举起枪猛地转身探头出去，砰！一枪打到了机枪架上，而掌控机枪的帝国士兵也发现了攻击来源，立马调转枪头对着2人所在的巨马处扫射。虽然不断在脑中重复着这是游戏，但2人脸色还是一片苍白。突然老马眼前一亮，对了，有烟雾弹。老马拉开烟雾弹拉环，瞄准点位方向一丢，2枚烟雾弹喷出白色烟雾。老马脸色正要一洗，呼啸的海风转瞬就将那白烟吹没。现实的烟雾弹给了老马一个小小的嘴巴子，老马脑袋一串问号闪过，这密码的是烟雾弹。砰！一颗子弹正中老马，看着老马被机枪子弹射爆，于峰头皮一阵发麻，太吓人了，出去必须调整痛觉了。于峰不断调整呼吸，随后猛地对准机枪点，砰！一枪撂倒，机枪点瞬间停滞，但是于峰不敢停留，上局游戏已经证明了，马上就会有人来接上。于峰立马朝着之前老马指出的防守薄弱点冲去，这里的火力确实没有那么密集，内心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咔嚓！突然一声清脆的声音在于峰脚下响起，老马，我上早吧。此时首相办公室内，主播莫小莫兴奋不已，四处查看，看着办公室中心内巨大的世界地图和标注，兴奋地说着：“兄弟们，虽然诺曼底登陆很难，但这个沉浸式剧情真不错，我竟然是掌管波兰联邦的首相，这不起飞了！波兰38.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拥有39个步兵师、11个骑兵旅，共计100万人的军队，以及上千辆坦克、400多架飞机。莫小莫实在想不明白，这怎么能被闪击的？原来波兰联邦的 NPC 首相得有多菜啊！莫小莫一脸兴奋，既然现在自己是波兰首相，看我闪击帝国！莫小莫对自己的100万大军很是满意，国土面积相差不大，军队还都集结在与帝国接壤的边境线上。万一自己先手进攻，闪击赢了呢？对于帝国闪击波兰的事，莫小莫和直播间观众都只是从背景故事中了解了一点，具体情况并没有详细介绍。就像诺曼底登陆副本一样，玩家只知道诺曼底登陆是最惨烈的战场之一，但是并不知道结果如何。这个沉浸式剧情也是，只知道闪击波兰，不知道帝国用了多久，打得多快。看着莫小莫的豪言壮语，直播间内的弹幕也是一阵欢乐，笑死，刚当上首相就飘了，还得是你啊！闪击帝国，忘了刚才在诺曼底怎么嘎的了是吧？主包信我，先用飞机开路，然后骑兵旅全体出动，快速进攻。按照你莫姐的实力，很快帝国就能闪击到他楼下。莫小莫眼睛一转，决定采用水友的计策，这样到时候失败了也可以甩锅。随后故作沉思了一下，兄弟们，我决定采用你们的计策，先用飞机开路，骑兵旅突进，然后坦克和100万大军再压上，直接闪击帝国。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凌晨4点多。虽然有点奇怪这个剧情时间点，不过莫小莫的单和大脑没有太多考虑，于是叫来了自己的手下，下达命令后给手下惊得目瞪口呆。啊，不是，首相，我们要攻打帝国。这个时间士兵们都在睡觉吗？莫小莫一愣，这 NPC 这么智能吗？还能质疑自己？随后便道，没错，正因为都在睡觉，所以我们才要进攻，这叫抢占先机。把所有部队叫起来，让所有飞机飞过边境线，给我轰炸帝国防线，然后所有军队从3个方向突袭帝国边境。士兵感觉自己的首相好像吃了什么脏东西，但也没法抗议，只能慌张的去下达命令。哈哈哈，这 NPC 还会反驳，莫首相也不行了，居然被 NPC 质疑了。接着莫小莫便在房间里四处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资料。别说这么一找，还真找到不少世界和各国的资料。莫小莫抱着一摞书放到了办公桌上，兄弟们，我找到了一些资料，我先研究一下。不过说真的，这种书籍都能做出来，吉星游戏是真下功夫。与此同时，吉星游戏的办公室内，你已经退出了游戏，脸上还有些不过瘾，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刚打2次就下线了。看着许幻的账号下线，你也没有了继续折磨玩家的意思。咚咚咚，敲门声响起，你看向门口处，一个元气满满的妹子走了进来，是你公司的客服池许。老板，统计出来了，目前网上的评论主要分为3种，一种是抵制我们游戏的家长，不过应该是帝企鹅那面的水军；一种是看乐子的，主要是那些主播的黑粉和路人；还有就是平时叫嚣战争的狂热分子的账号，全是在鼓吹我们游戏，恐怕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你思索了一下，随后开口道：这些不用管，刘总会处理。至于
第3种，他们不能光叫嚣，肯定也会玩玩的。我们公司的宗旨就是平等的虐，平等的对待每一名玩家。半个小时后，莫小莫大概了解了一下游戏背景。这个游戏是以蓝星为背景做的，不过这个世界没有我们那种科技和能源，所以应该是为了争夺资源发动的战争吧。这么看来，我们蓝星还是挺幸福的。想到自己在诺曼底登陆被炸碎的场景，莫小莫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反战反战，坚决反战。接着继续看向各国介绍，帝国防御波兰这面敌士兵大概只有80万，100对80优势在我。可惜这游戏没有实时地图功能，不知道这回我手下的大军到哪了。正想着，莫小莫的手下慌张地跑进来，首相不好了，帝国军队越过边境打过来。莫小莫瞪大眼睛，这还没到凌晨5点，月亮都没下去呢，帝国人不睡觉的吗？不对，是抢占先机。坏了，帝国元首跟我想一块去了。莫小莫此时有些慌乱，帝国怎么就打过来了？只能先下着命令，快让边境部队进行反击，让第2道防线的所有部队全部向第1防御线支援，闪击波兰。这个沉浸式剧情，一切都是按照原本的发展进行的。代替了波兰首相的玩家们下达的命令会影响原本的发展，但结果是不会变的，影响的只是覆灭的时间长短。帝国这边的行动，则是会根据玩家的操作，通过曾经帝国高层的生平与思考模式，计算模拟相应的举动，从而下达命令。也就是相当于玩家们在线对抗的是帝国的元帅以及2战中的名将们。而莫小莫因为想要闪击帝国，提前把士兵叫醒，才没有让他的联邦太过被动。飞机因为提前升空，也没有全部损失，但其他直播间就不一样，不少主播被突然袭击下已经被打懵了。不是，机场全炸了，一架都不剩了，我的骑兵旅一个照面就没有了，快让第2防线赶去增援，铁路也被炸了。那特么就开车跑步前进，谁安排的剧情时间点？出声啊！这直播间内主播纷纷破大防，虽然有的主播刚进游戏就听谁有提醒先手组织进攻，但面对2战名将古德里安的指挥，根本止不住防线的崩溃。在你的设计中，每当玩家下达命令后，游戏会根据命令进行推演，按比例缩短时间，再由 NPC 回复玩家战况。此时莫小莫看着地图，已经生无可恋了，在他的指挥下，竟然比原本历史中的波兰联邦沦陷的还要快。短短2个小时游戏里，已经过去了4天，第1防线被攻破，边境全丢了，莫小莫都麻了，这合理吗？我的100万人手里拿的是烧火棍，再有几天都打到首都了。无论他怎么下达命令，帝国的军队推进没有一刻停止，甚至这边他刚下达命令，结果几分钟后手下就过来汇报部队失联，帝国都已经打到下一个城市了。看着莫小莫破防的样子，直播间的乐子人都笑了。刚刚不是还要闪击帝国吗？就这水平啊！果然啊，看诺曼底登陆战场的难度，老贼就不能让你们玩得轻松。别慌，隔壁已经有主播投降了。帝国把他处决后，他重新开局了，只不过变成士兵了。下一秒，手下一脸焦急地跑进来，不好了，首相，苏维埃联邦那边突然出兵，我们后路被切断了，现在整个波兰联邦已经沦陷90%了。莫小莫脑袋一阵眩晕，什么情况？不都是联邦吗？怎么突然被打了？因为蓝星这面6大联邦表面一直和和睦睦，导致玩家下意识认为天下联邦是一家，在不对苏维埃联邦设防的情况下，加上各种奇葩操作，大多10几天就无了。莫小莫不由得怀疑人生，帝国和苏维埃联邦怎么都这么强？想到这，莫小莫突然眼睛一亮，有了！现在让部队分成2波，一波队已经攻占华沙的帝国投降，另一波对苏维埃联邦投降，献出华沙。手下有些懵，华沙不是昨晚就被帝国占领了吗？莫小莫没好气的道：“苏维埃联邦又不知道，快去，晚了就让他们知道了。”手下眼睛一亮，随后跑出去下令。而莫小莫这一操作，也让直播间不少水友回过神来。我操，你别说这是你能搞出来的操作，这招确实可以啊！引导帝国和苏维埃联邦大战，不管你是谁，快从我莫姐身上下来！坏了，真让他成指挥大师了。莫小莫看着直播间弹幕，也是得意起来。那还用说，我这么多年游戏不是白玩的。时间一点点推移，过了一会，随着游戏推演，手下一脸喜色的跑来汇报：“首相大人，帝国和苏维埃联邦在华沙已经打起来。”莫小莫脸上的笑容刚刚绽放，正要嘚瑟一下，游戏界面突然弹出了一个提示：游戏结束，开始结算。莫小莫和直播间10几万水友全懵了，不是怎么就结束了？直播间疯狂刷着问号。而此时游戏界面已经弹出结算评价：您是波兰联邦最年轻的女首相，在您的操作下，原本坚守36天的波兰联邦只用了14天便全境沦陷，您的操作加速了波兰联邦的覆灭。莫小莫脸色通红，看着结算评价，14天也很强了好吗？大国博弈，你们分我的地，兄弟们人心险恶啊！经过时间发酵，不少主播的粉丝已经找到了你在联邦头条的账号。怒喷游戏太难了，甚至不少人准备来吉星游戏公司给你送点土特产、美刀啥的。而你看着网上的评论，双手一摊，反正他们又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这帮玩家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太差，打不过元首那不正常，搁我也打不过啊，也不看看帝国什么配置，拿头打古德里安啊！而就在这时，一条热搜吸引了你的注意：诺曼底登陆，抢滩登陆成功。此时你看着头条的热搜，竟然是大夏联邦的北地陆军官方号。进入北地陆军首页，置顶的视频就是诺曼底登陆的封面。点击视频播放，画面缓缓亮起，冲锋舟上站着全副武装的同盟军士兵，每个人都面色严肃，身上的气质与普通玩家截然不同。为首的人似乎正在布置抢滩后的战术，略显黑暗的色调，一股大片的质感扑面而来。画面一转，抢滩登陆战已经开始，士兵们并没有进行盲目的冲锋，而是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寻找掩体，在掩体后为其他同伴进行火力压制掩护。北地陆军的士兵训练有素，即使战友或 NPC 在身旁被炸碎，依旧保持冷静。战况异常激烈，不断有士兵倒下。帝国守军的火力点也同样不断被端掉。画面再次一转，奥马哈海滩上的帝国守军防线已经被撕开了个大口，
机枪点变成了废墟。同盟军的士兵不断冲进防御线内，与帝国守军展开厮杀，画面不断切换，惨烈的战斗随处可见，直到画面逐渐变暗，天色已经逐渐黑了下来，硝烟弥漫的海滩一片寂静。一名同盟军高喊一声集合，四面八方的同盟军快速集结，显然这些人就是北部陆军的士兵们，并且存活人数竟然还不少。画面至此彻底结束，视频弹幕滚动，北地陆军无敌了！全网顶尖主播打了一晚上没有攻略下来的副本，这就打通了。那些主播上战场也是送快递，视频里这才叫战士。快喊那些主播来学技术！看完整段视频，你也是有些惊讶，自己增加了不少机枪点，这种难度半天就通关了。原本想着一直没人打通，再找机会开放诺曼底其他战场，但现在计划只能变一变。你将之前准备好的内容发布更新了出去，正在玩着帝国崛起的玩家们陆陆续续接到了游戏更新的通知，更新内容：开放诺曼底登陆战，其他4个登陆海滩，玩家可自由选择地图。开放诺曼底登陆战竞速排行榜，目前排行榜：诺曼底登陆奥马哈海滩，第1名队伍大夏联邦北部陆军第3级团军第7特战旅，用11小时37分。你将游戏更新发布出去后，打开了游戏后台，调出通关队伍数据，打算看看北地联邦怎么打过去。顺着数据一查，你瞬间瞪大了眼睛，这密密麻麻的开局数据和想象中完全不是一回事，还以为是神兵天降，结果嘎的比正常玩家次数还要多，只不过每次失败，下一次都会取得明显进步。从开局坚挺6分多钟，一点点涨到了20分钟。再看视频中那威风的好家伙，也是要面子的。与此同时，大夏联邦北部松戈尔动员第7特战旅，身为旅长的柳岩看着热搜头调笑得合不拢嘴。网上的视频正是他们特战旅的杰作。最开始只是侄女柳如烟的请求宣传，本想看看游戏再决定帮不帮忙，毕竟他们官方不能随意发表言论。没想到这游戏还挺有意思，惨烈又真实的战场环境，太适合这帮小子锻炼了。尤其是刚刚更新的竞速排行榜，看着其他地区部队纷纷上榜，但没有一个超过他们。柳岩的笑容就没停下过。就在这时，柳岩的手机响起，正是柳如烟的来电。喂，如烟呀，这游戏真是不错，对训练有很大的帮助啊。不过还有没有难度更高一点的副本？这一个诺曼底不够我们打。什么打码了？谁说的？后台有记录啊。不说这个，你帮我问问副本的事，我好好操练一下这帮小子。随着电话挂断，柳岩脸上笑容不减，点开通讯录，找到战友。喂，老吴啊，什么话？没事就不能打电话了吗？好歹是老同学。对了，你们旅也玩上那个帝国崛起，有什么不懂的问我啊。我这不刚看了一眼排行榜，碰巧看见你在50几名，寻思打电话问问你有什么。柳岩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依旧传来一声咆哮：碰巧你大爷，50多名都排到第2页去了，你碰巧你。快滚！老子明天就抄你！与此同时，吉星游戏办公室内，柳如烟将柳岩的想法告诉了北地陆军那边，不是通关了诺曼底登陆吗？觉得难度不够，想要一些更高难度的副本，用于士兵的平时训练。听到柳如烟的话，你面色有些古怪，这还不够，那数据开了多少局才攻下那一段海滩？不过对于部队来说，默契的配合下重复攻略，锻炼效果确实就会下降。你思索了一下，这样吧，我设置一个密钥，创建房间时输入密钥，就能够进入全线开放的奥马哈海滩。目前玩家通关的只是其中的一段，而且诺曼底登陆只是第2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战役，后续的 DLC 更新，帝国与苏维埃联邦交锋的东线战场也会逐渐开放。对了，北地陆军那边如果想体验更高难度，你可以让他们先去体验下闪击波兰的沉浸剧情。1个月后会开放闪击波兰的搏战副本，到时候会让玩家扮演波兰的士兵或指挥官，变成骑兵或者步兵对抗帝国的突袭。这是不要传出去哦，到时候给玩家们一个惊喜。听到你的话，柳如烟愣了一下，扮演士兵，你确定这是惊喜？让玩家去古德里安面前考减速弹？这游戏真的纯粹是为了折磨玩家。而另一边，北部战区的柳岩在收到柳如烟的回复后，也是回到了房间，躺入体感舱内进入了游戏。他倒是要看看这帝国怎么个事。2个小时后，游戏结算评价，在您的操作下，波兰联邦成功的抵抗了57天，您真是一位有能力的首相。房间内，柳岩骂骂咧咧的从体感舱中起来，气得脑瓜子嗡嗡的。这什么玩意？波兰联邦这些士兵有战斗力吗？都已经明确下令，怎么还能让帝国装甲军给切后？这要是劳资的兵，我真就……柳岩咬牙切齿，但又没办法对游戏撒气。不行，不能就我一个人睡不着。喂，老吴，快上游戏！我发现个好玩的。另一边的鲨鱼直播，恐怖游戏区主播卢然直播间内，身为一名不温不火的主播，眼看今天帝国崛起热度爆棚，也在水友的建议下玩起了帝国崛起。只不过诺曼底登陆战对于他来说太难，反而是沉浸式剧情对他的吸引力更大。此时卢然正扮演着一名联邦的士兵，头皮上空不断划过着子弹，哪怕知道是游戏，卢然也是紧张不已。轰的一声，炮弹砸进了隔壁的房屋里，巨大的爆炸席卷。躲在窗户下方的卢然只感觉被冲击震的骨头都要散架，但也顾不得其他，外面的敌军已经压上来，连忙起身准备逃离这里。这游戏真比恐怖游戏都吓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炮弹砰！话还没说完，卢然只感觉脑袋被巨力冲击，眼前一黑，游戏画面直接黑屏，弹出了提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卧槽，又死了！我真服了，感觉真要上战场。
可能都活不过2天。用这种方式让玩家反对战争，不得不说真是太狗了。直播间内弹幕零零散散的跳出来，主播又霍霍了一个 NPC 啊，多跟其他 NPC 交流交流。极星游戏老板不是说有隐藏剧情吗？刚进来，主播这边什么情况？触发隐藏剧情了吗？看着弹幕，卢然挠了挠头，隐藏剧情这个目前还没碰到，不过跟一些 NPC 接触交流过，做的挺真实的，性格也都不一样。看着弹出的阵亡提示，卢然突然发现了什么，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眼熟。随后点开游戏内的背包，看向其中一个名牌，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这是第一次阵亡的时候自动留在背包里。卢然有些诧异，这么巧吗？这2个人应该是兄弟吧？我扮演的其中2个 NPC 竟然是兄弟关系。接着画面亮起，继续游戏。卢然这次并没有出现在军营，而是在一个小镇上，低头看了看自己，看上去应该是个邮递员，衣服上有块牌子，安德烈·帕夫洛维奇·沃波夫。突然，卢然身后的邮局走出一个大叔，一脸沉重的表情。安德烈，你跟我来一下。卢然一懵，随后反应过来是在叫自己，这是触发隐藏剧情了吗？进入邮局后，络腮胡大叔拿出了2封信递给了卢然。安德烈，一会你去把这2封信送到街角杂货店的伊万诺夫家，告诉伊万诺娃女士，她的儿子们是祖国的英雄。卢然有些莫名其妙看向手中的信，脸色突然僵住，整个人呼吸一滞。阵亡通知书：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此时看着2封阵亡通知书上的名字，卢然大脑一阵眩晕，自己扮演的不是 NPC 吗？为什么这2个名字会出现在这里？直播间水友们也发现了异常。卧槽，不是吧？狗策划出声啊！大半夜的这还能睡着吗？卢然不断深呼吸着，内心已经有了某种猜测，但还是抬起手，缓缓打开阵亡通知书，看着阵亡通知书上的信息，卢然眼前一黑，上面的信息都跟他刚操作的 NPC 角色对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传遍卢然全身。卢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的邮局，强装镇定的开口：我可能触发了一个隐藏剧情，所以我要把信送过去。卢然抬起头看向街角的杂货铺，略显僵硬的走了过去，站在看上去有些破旧的杂货铺前，抬起手却迟迟不敢敲下去，犹豫了片刻，一咬牙，咚咚咚，敲门声响起，很快里面传来了脚步声，木质大门被打开，门口出现一个妇人身影，见到是卢然扮演的安德烈，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是安德烈啊！外面冷快进来，卢然不知所措的站在门口，我随便看看，背着邮件包不自觉的往后挪了挪，跟着妇人走进了杂货铺。走进屋内的伊万诺娃笑着说道：你刚来这里工作，有什么需要和我说，如果钱不够的话，也可以等有钱了再给我。卢然有些僵硬的点着头，看向墙上挂着的合照，身体陡然僵住。柜台处的伊万诺娃笑着埋怨：不用客气，一看到你就想起我家那2个坏小子。见到卢然的目光再看向合照，伊万诺娃语气虽然埋怨，但却充满了自豪。那2个坏小子3个月前瞒着我跑去参军，到现在也没一封信回来。他们老爹就是在战争中牺牲的，从小就嚷嚷着要学习他们老爹，结果现在真的跑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安德烈，如果有他们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听着妇人的碎碎念，卢然刚鼓起勇气伸进邮件包的时候，顿时僵住了。包里的阵亡通知书更是不敢拿出来，他都不知道怎么走出杂货铺。站在街上，卢然只想找个角落冷静一下。兄弟们怎么办？这种完整的经历，就好像他扮演过的 NPC 真真实实存在过，现在竟然让他亲手把阵亡通知书送给他们的母亲。直播间也是一片寂静。阿震，要不下线吧？这也太虐了，我都不敢想一个母亲如果真收到这样的信，会是怎样的崩溃。母亲养育了20多年的孩子，在主播手里就活了半个小时。卢然看着弹幕，最终一咬牙，剧情这都是剧情，我送666，好样的！主播真出声，我朋友尸体不舒服，我先退。主播，我要是你我都睡不着觉。卢然深吸了一口气，迈步走向镇子，都是剧情而已。半晌后的邮局内，卢然还是没有鼓起勇气去送信，最终回到了邮局，把信还给了奥格列局长。奥格列局长没说什么，只是拿着信走了出去。卢然呆站在邮局内不知所措。咣当，外面传来东西掉落的声音，吓得走神的卢然一个机灵，回过神，咬着牙走到门口处望去。伊万诺娃手中的花盆跌落在地上，双手颤颤巍巍地捧着阵亡通知书。卢然闭着眼睛，不敢去想接下来的剧情。半晌后，邮局大门被打开，奥格列局长走了进来，看着一脸沉痛的卢然，奥格列安慰道：放心吧，伊万诺娃女士很坚强，她的儿子为了祖国牺牲，她很骄傲，还问了信中有没有写她儿子的英勇表现呢。这平静的话语更让卢然不知所措。打起精神来，安德烈，我年轻的时候遇到的可比这残忍。20多年前的世界大战，那一次我送出了217封阵亡通知书。随后拍了拍卢然的肩膀，转身走进了局长办公室。这该死的战争！卢然颓废地待在原地。直播间也是一片寂静，这明明只是游戏。联邦已经进入深夜，卢然直播间内的故事被网友剪辑后发在了网上。视频中的卢然，操控者 NPC 无所谓的冲锋，死亡一次就重新开局，并没有什么压力。直到身份切换到一个邮递员身上，他不在意的死亡却是 NPC 的医生、战死的父亲、单亲的母亲、20年拉扯大的孩子，在战场上只活了3个月，就被主播半小时断送了一生。第2天你醒来的时候，看着热搜榜直接呆住了，什么情况？此时极星游戏办公室内，你看着热搜上的词条，也是明白了事情缘由。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触发隐藏剧情，你找到了那段剧情的视频，直接点击了转发并附带了留言。没想到这么快就有玩家接触到了隐藏剧情，大家可以多交流一下 NPC， 每个 NPC 可能都是有隐藏剧情的用。你消息刚转发出去，发现你账号的网友们全都冲了过来。卧槽，那剧情看得劳资一晚上没睡着，你丫睡到上午10点。你好，我是极星游戏忠实玩家，请问老板在哪，能不能跟他合张影？看着热情的网友，你挑选了几条评论进行了回复。对于想要送特产的网友，不要
对于想要合照的网友不行，对于态度强硬要复活 NPC 的网友不能。刚一回复完，一大堆网友们的问号蹦了出来，接着就是令人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看着评论，你摇了摇头，这届网友的素质还得提升啊。不过网友们的反应足以证明游戏还是很成功的，骂的人多了不就火了吗？另一边，鲨鱼直播，游戏的热度还在上涨。莫小莫也是早早起来播游戏。此时，莫小莫正操控着扮演的 NPC， 跟随着帝国的队伍进军挪威。虽然只是作为通讯兵，跟随在帝国部队帮忙的，但帝国的进攻速度之快，还是给了莫小莫和直播间不小的震撼，同时也给莫小莫找回了自信。兄弟们笑死了！我说怎么4小时灭一国呢？合着帝国部队刚打进去，没到4小时，丹麦联邦就投降了。我好歹在帝国的进攻下坚持了14天。看着莫小莫的自信发言，直播间水友们忍不住吐槽：你真把自己当战神了？丹麦联邦才多大？你那联邦快和帝国一样大，就坚持14天，你还好意思说？看着直播间的吐槽，莫小莫并没有理会。游戏里面又是无聊的一天，莫小莫也很无奈。他作为外派来的通讯兵，冲锋陷阵根本用不上他，更何况敌人甚至还没等打呢就投降了。这通讯兵倒是安逸，就是没有什么体验感了。然而就在这时，一名军官走进通讯室，所有人收拾东西，跟随队伍前往帝国西部边境待命。莫小莫眼睛一亮，西部边境那不是法国联邦吗？号称拥有欧洲大陆最强的陆军部队，之前在波兰首相办公室找到了不少资料，并且都保存了截图。不过拥有这个称号的法国联邦是怎么被帝国攻破？莫小莫跟随其他 NPC 进入车厢后，就挂机找截图去了。直播间内也是惊讶不已，这是让他也触发隐藏剧情了。片刻后，莫小莫找到了截图文件。法国联邦全联邦上下共300万海陆空兵力，陆军拥有123个整编师，14000门大口径火炮。法国联邦在与帝国接壤的边境线上建立了一条长达390公里的钢筋混凝土防线，每公里有数个装甲炮塔，还部署机枪碉堡、反坦克炮、大口径榴弹炮。不是这怎么打？建立这么长的防线就为了防备帝国？帝国想要正面冲锋，还真够呛能冲过去。如果不正面进攻的话，就只能从两边的国家打过去，要么从瑞士联邦绕过去，要么从比利时联邦绕过去。但不管从哪边进攻，都会给法国联邦反应的时间。看着地图，直播间水友们也讨论了起来。直播间有没有大军师分析一下？莫小莫看着地图，觉得只能从比利时那边进攻，南边是山地装甲部队不好进攻，北边是一片森林，会拖慢部队进攻脚步，跟帝国目前战术不符，这样就剩下从比利时联邦进攻这一个选项。莫小莫琢磨了一会，发现还挺有意思，这就是沙盘推演嘛，难怪有一些人喜欢战略指挥型游戏。正想着，莫小莫扮演的角色已经来到了指定位置，接下来就可以自由活动。跳下运输车，莫小莫四处观望，这配置肯定是帝国最牛的一支部队。突然，直播间的弹幕快速滚动起来，卧槽卧槽，那不是名人堂里的那个，真的是古德里安，帝国3大名将。小莫快冲上去看看！怎么想的还冲上去？这种战前紧张时刻，你一个通讯小兵冲到军队最高指挥官面前想干什么？在弹幕的提醒下，莫小莫连忙将头向左边转过去，随着视角转动，直播间的水友清晰的看到一辆坦克旁边的古德里安正向面前的众多将领介绍着什么，似乎是感受到被人注视。古德里安目光一凝，转头看向了莫小莫所在的地方。此时转过头的古德里安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又继续转身巡视着这些装甲，直到古德里安众人离开，莫小莫才慢慢抬起头。还好我反应快，要不然就被发现了。这压迫感也太强了。虽然游戏才刚上线不久，但只要体验过沉浸式剧情的，就没有不被帝国闪电战略过的。莫小莫眼睛一亮，这可是近距离接触古德里安的机会，全网读一份啊！随后意识切换到直播间，将标题改成隐藏剧情：帝国名将在线教学，闪电战士如何进攻的。搞定！看着直播间标题，莫小莫嘿嘿一笑。而另一边极星游戏内，正看着直播的你，也是发现了莫小莫的直播间，莫名有种看人直播第2次世界大战的感觉。看着莫小莫的直播间，你思考了一下，接着打开了极星游戏官网，添加了一个法兰西战役的模块，其中不光有马奇诺防线的资料，还有当时战场上双方的兵力布局，让感兴趣的网友分析研究。同时增加了一个模块，正是外链的莫小莫直播间。进入法兰西战役资料库，就可以看到3个板块，上面是一张游戏里面的实时地图，跟随着兵力调动，地图实时更新。下面则是莫小莫正在直播的法兰西战役，还有马奇诺防线介绍和各方军队的布置。将这些添加好之后，已将官网资料库中的链接发送到了联邦头条账号下。有奖竞猜，帝国该怎么突破法国联邦的马奇诺防线？没几秒就不断有新消息提示，有着你在官网链接引流。莫小莫直播间观看人数成倍增长，剧情跳过了几天的闲置时间。此时帝国的军队已经来到了法国联邦的边境，帝国装甲部队源源不断涌入城市，炮火不断轰鸣。而在后方通讯车上的莫小莫也是一边扮演着通讯兵，一边当着实时战地记者。兄弟们，我们现在已经穿过了卢森堡，正在进攻地图上叫色当的城市，这里是马奇诺防线的断点，攻击下这里，帝国后续部队就可以在这里集结通路。但我们所在的第19装甲军打得太快了，后面的集团军还有好远，估计到下一个城市要等着与后面会合。翌日天色刚亮，莫小莫这边突然收到了部队开拔的命令，强渡马斯河。这道命令直接把莫小莫干懵了，后方的集团军距离还很远，至少还得几天的路程才能会合。兄弟们，我有点看不懂了，渡过马斯河就是法国联邦境内，不等后续部队单打独斗。看着古德里安的操作，直播间水友直接嘲讽你不懂军事，这剧情编得可太昏了。帝国3大名将就这水平，莫小莫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只能盼着古德里安还有其他计划。但渡过河之后，部队却没有一刻停止，
继续前进着。大夏联邦北部第7特战作战会议室内，看着投屏上古德里安的操作，柳岩眉头紧皱。他因为被热搜上的闪电战吸引，才把人召集到会议室研究。但这个操作和闪击他波兰联邦真的是同一个 NPC 吗？不等后面部队，难道是想逞英雄自己攻占法国联邦吗？旁边的旅参谋长开口：“旅长，这还未说完。”柳岩目光一迷，等等，他往西打干什么？话音落下，其余人也发现了不对，这操作不对劲啊！直播间内，小莫跟随着队伍渡过马斯河后，本以为古德里安要直插法国联邦首都，但随着地图不断移动，所有人都发现了不对，怎么一路向西打过去了？小莫看着直播间的地图，一脸懵逼，这推进速度完全不等大部队啊！突然，小莫收到了帝国高层下达的命令，让古德里安停止前进。可当小莫将命令转达进指挥部后，没多久部队竟然又开动起来，而游戏内急行军的画面则是自动跳舞。5月18日，古德里安率领第19装甲集团军进行战斗侦察，与圣康坦的法国联邦部队撞上。5月18日晚，古德里安率领第19装甲军集团占领圣康坦。5月20日晚，古德里安率领的第19装甲军攻占亚里，随后攻占阿布维尔。此时，看着地图上古德里安的行军路线，观看直播的众人才反应过来他要干什么。古德里安指挥第19装甲军突破阿登森林，越过马奇诺防线，一路向西，仅10天时间打穿了整个法国联邦。那么大的马奇诺防线，他竟然绕过去，这一操作惊呆了直播间不少。讲个笑话，帝国打法国联邦，比利时和荷兰没了，我去还真没了。你不说我都没发现什么时候没的。此时的鲨鱼直播，就连于峰老马等也是在直播沉浸式剧情。之前攻略诺曼底的队伍已经解散了，毕竟他们不是专业的，虽然有心想打上排行榜，但现在沉浸式剧情热度太高了，而且现在的排行榜才是让于峰等人绝望的，排行榜都变成军区大比武了，甚至其他联邦也陆续出现在排行榜上。他们就是一群游戏主播，怎么也没办法和正规军比，所以干脆直接丧我，全都跑去体验沉浸式剧情了。而另一边，又一个直播间悄悄出现，别看闪电战了，我在敦刻尔克快被炸出响了。这乐子人的房间名直接吸引了一大批观众，一进入直播间就看到穿着英国联邦军服的白翔，不断观察这四周。刚进来的谁有一脸懵，不是哥们你干什么呢？好家伙，闪电战受害者视角终于出现了，哈哈哈！你们等会就知道主播为什么这样。大家好，我是白翔，一名正在敦刻尔克绝地求生的主播。我现在正说着话的白翔，耳边突然传来轰炸机的咆哮声。卧槽，这狗帝国真不当人啊！随后连忙跑到围墙后，双手抱头蹲下。天空中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接着便是物体落下的破空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在海滩上响起。躲在围墙后的白翔也险些被气浪掀倒，啪嗒，一只手臂从天空落下，砸在了白翔脚边。白翔已经见怪不怪，但直播间的水友却是被这残酷的场景吓了一跳。卧槽，从英法联邦正面敌视角看，帝国这么残酷的吗？小莫那是通讯兵视角，这可是最前线能一样吗？这么点海滩能挤得下40万人？白翔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沙子，有没有40万我也不清楚，不过现在是真的没地方跑了，就剩这一个港口。昏暗的天空下，沙滩上布满弹坑，燃烧的油污，伤员的哀嚎，组成一幅令人绝望的画面。也不知道这游戏能不能开飞机，要是能开，我特么偷一架去帝国扔2炸弹，让他们也尝尝被炸的滋味。确定天上没有帝国轰炸机的身影后，白翔走出了围墙，向着海滩唯一的港口处跑去，因为又有撤退的船只来接应。此时港口处已经挤满了士兵，白翔操控着角色拼命的往船上走。明明是同样的剧情，但不同阵营视角却十分割裂。小莫直播间内，跟随着帝国名将轻轻松松打穿法国联邦，将英法联军残部围堵在敦刻尔克。直播间氛围愉快地讨论着闪电战，而白翔的直播间作为失败者的视角，只有无尽的压抑，时刻的空袭轰炸，混乱不堪的海滩上遍布残肢，绝望的士兵缓缓走进海中，让观看的网友全都沉默下来。随着敦刻尔克的士兵撤离，大半没有了抵抗，没过多久就被帝国占领了。而法国联邦那边因为集团军的突进，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竟然直接投降了。小莫直播间内满屏问号，不是欧洲最强陆军吗？不再抵抗一下了？随着法国联邦的投降，内部分裂，帝国的版图再次扩大。按照目前帝国的版图，很快就要对上苏维埃联邦了，这下直接把网友们的注意力转移走，因为要想进入游戏的名人堂，和这些二战名人排列在一起，就要获得诺曼底登陆勋章、斯大林格勒勋章、莫斯科卫国勋章。而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正是苏维埃联邦境内的城市，而2场战役伤亡加起来将近500万，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惨烈战争？与此同时的极星游戏公司内，你看着沉浸式体验剧情的时间线已经到了敦刻尔克的尾声，寻思着是时候开始准备之前提到过的多人联机剧情事件。这时柳如烟突然来到你的办公室，北部联邦这面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其他副本。诺曼底登陆的训练效果已经不明显，你略微思考了片刻，正好我最近做的一些多人协作剧情的隐藏副本，你让他们创建房间的时候，将房间密码设置成 JX0031，就可以创建能容纳300人的隐藏副本。接着柳如烟开口说道，那个编号后面的数字是不是代表着副本？输入0001会进入其他副本，正常来说是这样的，但是我没时间做，所以目前只有0031白色死神。明明是反战竞赛，你
却开发了一款二战游戏，还让300名玩家去围攻一名普通的猎户，而这名猎户竟是曾经一人包围了542名苏军的西蒙海耶。此时第7特战旅这面在创建房间界面输入了你提供的密钥，接着便准备进入游戏训练。随后画面一闪，众人眼前出现几个大字：白色死神。片刻后，房间内的300人全都出现在了白茫茫的雪地上，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还是平时训练的装扮。接着所有人眼前出现一条提示，请消灭芬兰士兵西蒙海耶。众人眉头一挑，300人对一个敌人，实力也不对等了。而旅长柳岩却没有大意，目光扫过四周，随后抬手指向营房那边，去几个人整理一下武器装备，寻找一些有用信息。砰！话音刚落，柳岩瞬间被爆头，身体直接倒在雪地上。突如其来的一幕，所有人都懵了。一旁的营长下意识大喊：“旅长！”砰！子弹穿过太阳穴，营长的身体也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仅仅几个呼吸间，旅长和营长接连毙命，所有人脑袋一懵。而一边的一连长方辉，根据穿透营长脑袋的子弹轨迹，迅速下达命令：9点钟方向火力压制。收到命令，其他人迅速拿起枪，对着9点钟方向猛烈射击，而遭到火力压制的方向竟没有一点动静。方辉跟其他几个连长带着人把旅长柳岩和营长的身体拖进了营地房间内。众人平复一些后才反应过来，这是游戏，先把旅长和营长的身体放在这吧。对面是个顶尖的狙击手，让所有人回房间整理一下武器装备。众人点点头，随后向着外面下令，士兵才停止射击。很快，各营房内的武器装备就被统计了出来，除了众人身上自带的枪械，还有迫击炮3门、炮弹40发、重机枪3挺、轻机枪11挺。将这些武器装备统计完毕，方辉正要与其他几位连长商量，还没等有所行动，砰！又是一声枪响。方辉面色一变，向着声音方向望去，哪个房间？怎么回事？一名士兵声音从隔壁房间传来：“我们班长想给窗户打开一点，看看外面情况，结果手被射中了。”随后班长声音响起：“连长，我没事。”“你没事个屁！大小脑粘连了吗？这种时候还敢大意？”“几点钟方向射击的？”那个班长连忙开口。“3点钟方向。”方辉眉头紧皱，这么快换位置，同时内心有种不妙的感觉，他们好像被一个人包围了。几人面色有些难看，得想个办法出来。此时第3视角内，柳岩看着几人的讨论，脑瓜子嗡嗡的，想个屁办法！拿迫击炮给我对着3点钟方向猛轰啊！不趁着现在人多火力压制去搜查，等着被那家伙慢慢耗光吗？旁边的营长有些尴尬辩解：“旅长，毕竟咱俩刚刚被爆头，手底下人被吓到还没缓过来，平时训练也没打过这么大的关啊！旅长上来就让人毙了，谁能不猛啊？”听到营长的话，柳岩转过头上去就是一脚，说：“他们没说你吗？我不就是被爆头了吗？你喊什么？”直接暴露目标。现在好了，掌控大局的都没有，你看着吧，这么畏首畏尾，最后一个都跑不掉。处在第3视角的2人只能看着营地内发生的一切，却指挥不了任何人。游戏内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夜晚，整个营地没有丝毫光亮，众人借着夜色掩护才敢走出营房，躲在掩体后面紧张地屏住呼吸，等着对面动手。然而都快憋岔气了，也没听到枪声。这个叫西蒙海耶的 NPC 应该是躲在某处。零下30多度的气温让方辉怀疑那家伙已经回去了，这温度在外面待一晚上可是会冻死人。眼看温度越来越低，方辉只能下令让一部分人先回去，之后轮流守夜。一夜寂静无声。当第2天清晨天色刚亮一点，砰砰2声枪响惊动了整个营地，躲在暗处的2名岗哨被一枪毙命，所有人都沉默了，单个出去会被狙杀，抱团一起也被狙杀，方圆5公里都搜遍了，没有任何痕迹，就仿佛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幽灵一般。游戏内时间一天天过去，很快就过了1个星期，猎杀还在继续，到了最后就只剩下11人。方辉眼中充满决绝，带着众人走出了营房。砰！枪声响起，方辉猛然倒地，剩下的几人不顾一切冲向那边，手中的武器子弹倾泻，却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对面有条不紊地射击着，1枪2枪，直到最后1人冲到了山坡上，也没有发现敌人的任何踪迹。热血上头过后，便是无尽的恐惧，只剩自己一个活人。对未知的极度恐惧充斥着全身。士兵抬起枪想要对准自己的脑袋，突然身后的地面传来拉动枪栓的声音，士兵下意识地转头看去。明明是反战竞赛，已经让异世界玩家一夜奔袭上百里，所有人都认为你疯了。没有人能在零下30度的情况下一夜跑上140公里，可只有你知道，这才是共和国轻步兵真正的巅峰状态。此时的旅长柳岩被白色死神连续虐了几周后，你这边才终于将血战3所里沉浸式剧情做完。而当柳岩收到你发来的密钥，心里却想着总不能每个剧情都这么难吧。随着密钥输入，画面逐渐变暗，血战3所里几个大字出现在屏幕上，接着几个字缓缓消散。柳岩带着手下的特异营出现在一个看似刚打完仗的营地上，周围还散落着没有收拾完的装备。柳岩看向四周，士兵们全部满装备，并且身上也换成了从没见过的军服。随后柳岩眼前出现任务提示，请前往营帐接受任务。柳岩叫上特异营的营长，还有几个连长一起进入了营帐内。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摆放着地图的桌子。柳岩走过去，看到桌子旁放着的纸张，请在14小时内奔袭3所里，堵住企图南逃的美九军。接着看向地图，上面标注着他们所在的位置，德川以及3所里，还有美九军所在的位置。仅仅看了一眼地图，柳岩就瞬间愣在原地，这怎么可能？从地图上来看，德川与3所里
里之间的距离，虽然直线距离更近，但多是大山，在大山中进行穿插迂回的话，恐怕要比美九军抵达三所里的距离还要远。而且根据外面的阳光来看，现在时间应该是在下午，所以这14个小时的急行军，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在夜里进行的。白天已经零下20度，夜晚气温至少在零下30度。一连的连长打量了一下地图上的距离，满脸不可置信：“旅长，这个距离按照地图上的标记，大概需要迂回72.5公里的山路，而且这个美九军从资料上来看是纯机械化部队，并且是公路行军，行军速度要比我们快得多，这任务怎么可能完成？”柳岩眉头紧皱，既然下达了这样的任务，那就是肯定能完成的。白色死神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但这么多次训练下来，不是已经逐渐摸清了？完全是那个西蒙海耶的伪装技术和狙击技术太强了，这个任务，总之先尝试一下吧。话说到最后，柳岩语气中也有了几分不自信，实在是颠覆常识啊。随后柳岩看着地图，和手下几人研究了一条路线，便带着特异营的士兵向着三所里奔袭。众人硬生生跑了一夜，直到第2天太阳升起，众人还在不断行军。柳岩望着眼前巍峨的大山，心里越来越凉。一夜的奔袭让众人脸色都是惨白，手指也被冻得僵硬异常。柳岩转过头看去，手下的士兵虽然没有掉队，但他们现在距离三所里太远了，时间已经到了7点28，眼前的大山就是再给1小时也爬不过去了。柳岩咬咬牙，加快速度。手下众人一惊，随后继续向着山上狂奔。然而刚跑过山脚，4个大字突然出现在众人眼前：本局结束。接着众人被弹出对局，回到了主界面。第7特战旅众人退出虚拟舱，来到会议室，一个个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虽然虚拟舱不会让人身体受伤，但是一晚上的急行军对精神和意志都是一种折磨。大家都说说吧，关于血战三所里的看法，以及这次急行军的问题。为什么剧情描述中的共和国志愿军身体素质应该不如在座各位，他们就能够抵达，我们却还差这么远？众人面面相觑。一旁的营长迟疑了一下：“旅长，要不我们找制作者小陈问问？白色死神我们承认是 NPC 厉害，但这个血战三所里这个距离环境已经不是人类极限能够达到的，他们那样的速度才勉强维持没有掉队，要是继续加快的话，会跑死人的吧？”柳岩眉头一皱：“不行，一有问题就去找人家制作者。白色死神不也训练过来了？血战三所里既然下达了这个任务，就代表能成功。剧情描述你们也看到，先敌5分钟占领三所里，说的明明白白，把特2营给我叫来，继续训练。”